咱们中国空间站干的是热火朝天，而隔壁的 NASA 却要花几十亿美元退役空间站。今天早上11点，神舟17号载着3名宇航员前往天宫出差，其中队长汤洪波是第2次去天宫，唐胜杰、江新林2个80尾的年轻宇航员则是第1次前往天宫。中国空间站的运行已经进入常态化，我们的航天员每次出差都会进行各种全新的任务作业，比如这次神舟17号乘组将会进行我国首次空间站舱外的实验性维修作业。这让隔壁的 NASA 眼馋得很呐，眼瞅着中国空间站办的是红红火火，而他们却还要为 ISS 的退役抓耳挠腮。原本俄罗斯提议说要在2024年将国际空间站退役，可老美不肯啊，这推得早了，那天宫空间站不是出尽风头啊，所以愣是要拖到2026年再退役。那要怎么做呢？ NASA 原先有3个方案，第一个是在轨拆解回收，但结果一研究后发现，这国际空间站当初组建的时候就没考虑过怎么拆解啊，难度太高，成本太大，直接 pass。第2个和第3个方案的危险性就比较高了，都是让空间站自生自灭。只不过一个是将其推高到更高的轨道，成为太空垃圾；另一个就是放着不动，让其慢慢的向地球靠拢，直到坠入地球表面。但空间站重达420吨，这么重的庞然大物，不管是当太空垃圾还是当陨石坠落，危险性都太高了。估计 NASA 自己也不好意思拉下脸来这么做，于是推出了第4个方案，就是让国际空间站受控坠入地球。9月底，外媒揭露了 NASA 退役 ISS 的计划，也就是用太空拖船将国际空间站拖回地球。计划是这样的，他们打算让 ISS 从2026年开始有计划的降低轨道高度，也就是从408公里的轨道高度降低到320公里，然后再让宇航员带着贵重的设备返回地球。这期间大概需要4年时间，也就是说，到了2030年年底时，国际空间站上就没有一个宇航员了。在这之后呢，国际空间站会继续向地球靠拢，降低轨道，直到到达281公里的不可返回点，最后由太空拖船拖回地球，坠落在太平洋的航天器坟场中。为了这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 NASA 还特地斥资10亿美元向全球招标建造太空拖船。当然这10亿美元还不一定够用，根据 NASA 的一位高管预估，最终太空拖船的建造成本可能要数十亿美元。要知道，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空间站的总共建成成本也不过80亿美元，而 NASA 单单建造一个太空拖船的初次预算都已经是1/8了。如果再按照美国 NASA 喜欢给项目加钱的习惯的话，这退役国际空间站所需要的成本跟咱们天宫的造价一个价，也没啥好奇怪的了。当然，成本高还不算，这个计划的危险性也很大。这个太空拖船需要把国际空间站从281公里的高度拖到120公里的高度，需要耗费非常多的燃料来推进，而且一不小心就容易控制不住，让国际空间站翻滚着坠入地球，这样会导致坠落的地点不受控，万一砸到大城市，隐患可就大了。所以 NASA 才会花费这么多钱向全球招标。其实这里可以建议美国 NASA 考虑下中国航天企业，毕竟当初中国航天用一颗卫星将另外一颗失效的卫星拖入更高的轨道，都已经让他们惊讶了半天，更别说中国航天探索的高成功率了。可以预见的是等国际空间站退役以后，未来全球太空探索的目光将会逐渐聚焦到天宫的身上。中国航天加油！